第100章，女孩第一单。正月初7，博越深圳公司正式上班。我和高燕一起组织开早会。我们2个部门本来应到40多人，但是实际到的人数只有10多人，大家都没有返程。老唐人还在江苏呢，方柔还在家里烤腊香肠吃。但是有一件事我非常的欣慰，我在人群中看到了袁朵。袁朵穿着一件很朴素的格子外套，站在人群里面，小脸红扑扑的，一看就是过了一个寒冷冬天才返程的姑娘。我跟高燕讲，让她把袁朵划到我部门来。高燕倒是挺大方，大手一挥便放人了。反正正月初7是第一天上班，这个时候让他们打电话联系客户，估计一时半会儿还进入不了状态。我便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叫到了会议室。我首先就是洗脑定目标，这是我从马从进那边学来的精髓。第二个就是搞业务培训，重点就针对袁朵他们这几个人，让他们明确每天该干什么事情。新员工最怕的就是一天不知道干什么，他们手头没有事情做就会迷茫，一旦迷茫心里就会变得空虚，自己心里都虚了，怎么出得了业绩呢？我把袁朵放到了张静身边，让张静带他，反正等公司人到齐之后，马上就要分部门了。目前我部门这边老唐、方柔、张静、宋小波都是准备出去干经理的人。我跟张静讲，如果他能把袁朵带出来，回头他如果出去干经理，我可以让袁朵跟他走。现在对袁朵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出业绩，赚到第一笔钱。我相信只要他赚到了第一笔钱，就会如同饿狼吃到了第一口肉一般，他立刻就会变得嗜血。我自己就是从那种情况走出来的。我的突破就是第一单签了，人脱胎换骨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对袁朵要求不高，就让他卖中文域名，疯狂打电话，让张静督促，然后石小刚还有刘森他们，我针对每个人都制定了一套办法和方案。从下午开始，巴布的业务渐渐就干得像模像样了。我仔细体会这个过程，觉得自己进步太多了。干业务管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握手底下每个人的特点，同时要针对他们的特点来制定策略。以前我不知道，一律当甩手掌柜，结果员工干不出业绩来，新员工混不下去，老员工得过且过，突破不了。我深圳商务巴布能够搞起来，第一是老马给我留的底子好，第二也是因为我还不算太傻，遇到了问题，遭遇到了挫折之后，我总会第一时间去反思然后改正。有些问题很困扰我就给老马打电话问，或者去找高燕请教，这么一点点积累，才掌握窍门，找到方法的。会议室，高燕把我叫过去，她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。我说，高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些服务工作不应该我来做吗？高燕道，说正事，才没工夫跟你贫嘴呢。上个月你提前回去了，上高那边周光华亲自带人来闹了一次，他指名道姓的要找你，幸亏你当时不在，要不然那天一定要起冲突。我冷笑，他妈的周光华还在上高深圳公司带得下去吗？陈从海还没有举起屠刀。高燕嘿嘿一笑，道，好像暂时还在那边带着呢。我找你没有别的意思，别人找上门来了，我们得有所反击啊。现在我们也在困难的时候，这2个月我们要把8个部门的架子搭起来。深圳公司不能只靠你和我2个人，而是要百花齐放，那样才能让他们应接不暇。我说这事儿不急，等兄弟们基本到齐之后再动，到时候我们把马从进喊过来，让他给我们搞个策划。我说，高总，现在我们深圳公司处在崛起的最关键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想点办法。老马这家伙特别喜欢搞这些阴谋诡计，我们找他搞个策略。高燕道，那得靠你的面子，我可没那个面子。我知道高燕在开玩笑，我也开玩笑道，对了，高总，你年前不是说要和我打赌吗？现在袁朵回来了，你是不是要兑现赌约？高燕道，袁朵能不能成都还不知道呢，8字没有一撇的事儿。我正和高燕说话，手机短信来了，我一看短信是张静发过来的，上面就一句话，袁朵签单域名13000。我哈哈一笑，把短信给高燕看，说签单就签单了。袁朵拿下了第一单。高燕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，她支支吾吾好大一会儿才道，晚上喝酒我请。我哈哈大笑出面，站在门口，我跟他讲，待会儿下班你把酱板鸭和腊肉带回去，我专门给你从家里带过来的，贼香。我的心情真的很好。袁朵和张静回来的时候，我站在巴布门口迎接他们。我看到袁朵那喜上眉梢的样子，那样的女孩子是最漂亮最让人感动的。我和张静击掌，袁朵却突然一头扎进我的怀里，我下都脸都白了，这可是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这丫头干什么？袁朵用力的抱了抱我，大声的道，经理，谢谢你。她这个声音全部门的人都听得见。我低头看着她，看到她眼眶通红，泪水盈眶，我笑了笑，眼睛却像是有异物。我真的非常感动，觉得这个世界待我不薄。袁朵的事情只有我知道，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也只有我和她知道。我没有想到她能走出来，但是她真的走出来了，这个坚强可爱的丫头呀。所以我想对这个世界，我们真的要多一份善意。我去年冬天借出去了3、4千块钱，除了袁朵之外，其他的人都无影无踪了。
我过年的时候想到这事儿还觉得很懊悔，但是今天此刻我觉得值得，因为我借出去钱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些人谁可以走出来，我曾经想这些人能走出一个，那也是很美好的事情，更何况这个人是袁朵，他满脸是泪，脸上却笑得分外的开心。我去找陈振华拿钱，把2000多块钱塞在小姑娘手中，看着她笑得像花儿一样美丽，